让我们有请宋小姐上台领奖。宋小姐，您凭借《韦后》这部电影一炮而红，并且获得了金鹰奖最佳新人奖，请问你有什么感言？宋小姐，这部电影当中您的演技真是太有灵气了。听说呢，这是你演艺生涯中的第一个角色，是真的吗？一毕业就出演 S 级的大制作，您觉得这是天赋还是幸运呢？哇！什么情况？宋田曦竟然未婚先孕，看大新闻！我的好姐姐，从小到大，明明我才是佳宇哥哥的未婚妻，可他偏偏眼里就只有你。等他知道你给别的男人生孩子了，看他还会不会要。宋田曦，请问你是被什么神秘富豪包养了吗？这部电影的资源背后是否跟孩子的父亲有什么关系？您拿到这个角色是否有什么权色交易？能说说现在孩子在哪吗？孩子的父亲是谁？你说一说啊！你说一说呀！快说一说！说一说呀！可以说一下吗？你也别太难过，咱们宋家都快破产了，只能把他送给王总。只要是王总看得上他，一定会给我们一笔钱，帮我们度过这一关的。王总这人不但好，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癖好。圈里人谁不知道他已经玩坏了10几个女人了。一个带着私生女上位的继母和一个不顾骨肉至亲的渣爹，有什么资格用我换宋家的苟延残喘？我的电影才刚拍完，眼看就能开启崭新的人生了，我不能就这样被他们卖了。救我！宋田曦，陆总，他们交易什么？和我结婚，哪怕是协议结婚。你认真的？艺人宋田曦出道即巅峰，却被爆出怀了富豪的私生子，形象坍塌，暂退娱乐圈。一纸婚约护我6年安稳，如今这段岁月静好的日子只剩不到半年了，我也该为自己接下来的人生好好打算，失去的也该讨回来。您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现在的妈妈是什么？妍妍才没有这种东西。我10月怀胎的宝贝儿子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说他没爸妈。那妍妍，宋田曦是谁？他跟妍妍是什么关系？你说那个脚冷了要我帮穿袜子，腿疼了要我给他揉，偷吃冰淇淋不承认，总赖床挑食爱撒娇，每天都把妍妍不爱我封在嘴边的人跟我是什么关系？那还能是什么关系？妍妍就是个大麻烦精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这档综艺可是我退圈5年后重新复出的第一块跳板，本想借个东风，结果我的好大儿亲手把妻子给拆了。陆景言，你可真是个大孝子啊！
预告片才公布就上热搜第1了？还真是笑贫不笑娼。宋田曦当初给金主生孩子退了圈，现在居然大摇大摆的带着孩子上节目复出，他可真有脸。难道是被富商给踹了啊？走投无路了，又准备重回娱乐圈圈钱？宋田曦的儿子姓陆，那他爸是谁？他不是说他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？盲猜他爸叫陆石头。你来石头。宋田曦，黑红也是红，你可千万别被这些评论影响了啊！放心吧，我既然打算重回娱乐圈，就不会在意这些流言蜚语。那是最后一个冰淇淋，您是要留着从幼儿园回来着吃的，甜甜又偷吃。听我儿子说他在外面没妈，我这不是打算吃个冰淇淋憋死我自己，好让我儿子省心吗？埋汰，穿冰淇淋不洗手就没阴头发啊！甜甜埋汰，穿冰淇淋不洗手就没阴头发。现在甜甜说要吃冰淇淋，冰死自己。男子汉大丈夫要能屈能伸，家里谁最大你给忘了吗？被摸一下头怎么了？记得妈最大。我把我老婆交给你，你能保护好她吗？明天上节目的时候要乖一点，不可以让我老婆生气，不可以让我老婆受累，知道吗？可是甜甜又调皮又叫弟弟。哦，你这是嫌我老婆麻烦？行，那我明天不让我老婆那里参加节目了，晚上也不可以霸占我老婆睡觉。爷爷能保护好甜甜。小叛徒，当着我的面跟你爸爸叙旧我什么呢？我错了，别生气了，老婆。陆谨言，你小小年纪跟哪个油腻男学的？还能是哪个？当然是我爹地那个丑气狂魔喽。明天我老婆要参加节目，把明天会挪一挪，今天之内全部解决，订明岛机票。是，陆总。姐夫，我知道你跟姐姐的协议还有半年到期，可他现在就开始给自己铺路了，已经去参加综艺了。对了，林佳宇也是这个节目的飞行嘉宾，时隔6年，他们又要相见了。你想把谁当枪使？自己管不住男人，耍什么小聪明？家里没有镜子吗？有空照照自己什么身份。我没有。宋田曦，你别得意。5年前我能让你身败名裂，现在依然可以。6年前林佳宇仗着是我远房亲戚的关系，求我让他进微后剧组，就是为了追宋田曦。现在宋田曦都是我老婆了，他还想故技重施。看看林佳宇最近有什么项目，后期还有什么资源。听说林佳宇近期要担任综艺《亮相吧妈妈》的飞行嘉宾，出手拦下这个资源。恐怕来不及了，节目已经官宣了。叔叔阿姨好，这边请，我们米在餐厅。好。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啦，厉害了我甜甜，不仅早起了，还端粥了耶！臭小子，又拆我台！我为了付出苦心经营的完美妈妈人设，一秒崩塌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先坐。甜甜曦，你别哭，吃吃就不疼了。一会儿甜甜，一会儿甜姐，现在又开始叫我甜甜曦了，没大没小，我可是你妈。
肯定都这么大了，怎么还不知道穿袜子？着凉了又要一围午觉。田田熙，坐下。我的儿子从小就是个奶奶。妍妍好像个宠妈狂魔，宋田熙何德何能？哎呀，我们妍妍呐，在洗手还需要垫板凳才能够得着的年纪，已经肩负起了照顾妈妈的重任。哎，还真别说，虽然宋田熙名声不太好，但他的基因却好的没话说。这小娃也太帅了，好想抱抱。长得好有什么用？说不定是宋田熙没金主要了，带儿子上节目攒人气，很快就要靠吸孩子的血吃播带货了。快来吃饭。我儿子可真能干呀！甜甜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吃饭吧。青姨，今天早上的早饭非常好吃哦，爷爷要去上幼儿园啦。好的，路上慢点儿。得，早饭不是我做的，也露馅儿了。这母慈子孝的人设，真是装不了一点儿啊！哇塞，宋田熙家也太有钱了吧！楼上说宋田熙过得不好的，给我出来！这是过得不好的样子吗？这一排豪车，快点闪瞎我的眼睛！甜甜真的要亲自送妍妍吗？真的不用请你或者司机来送吗？不用，你妈我有驾照，能自己开。上车。甜甜都不知道家还有安全座椅的丑人。哎，哪个是刹车？哪个是油门？嘿，先生，请问哪个是刹车？完了，那个是刹车，哪个是油门，肯定都是搞不清了。我这美男子今天不会就要交代在这儿了吧？我其实真会开车，我开得很稳的，只不过我是路不熟，我先看一下导航。哎呦，看出来了，宋田熙没送过妍妍上学啊！哎，这妈当的也太废了吧！到啦，待会儿我走了，你不会躲在教室墙角里哭鼻子吧？您当然不会，我跟甜甜那坚强的黏糊糊。天黑了，您就回来啦。没大没小的小鬼头，老是分不清大人。宋田熙还怕妍妍会哭，在妍妍眼里，她不哭就谢天谢地了。谁能想到呢？妍妍今年4岁半，专业哄妈近2年。宋田熙那样的人，凭什么有妍妍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孩子？我也想要。本来还想在镜头面前展示一下熬个好妈妈人设，现在老底儿全被这臭小子抖落光了。平时什么样，现在就什么样吧。人生如果都靠脸，早晚会觉得窒息。大家都很好奇您这些年的生活，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？其实这些年呢，我也过得很宅。妍妍上幼儿园的时候啊，我就在家练练瑜伽呀，烤小饼干之类的。接个电话。喂，田熙，风向变了，网上评论都说啊，你的小大人儿子和你这废物美人妈的反差萌爆了，你这波要靠娃洗白了。
我买的水军呢，钱都白花了吗？立刻加大力度，不管花多少钱，马上把宋田曦给我搞臭！我们继续。那可以分享一下您当妈妈的感受吗？陆夫人，妍妍在幼儿园打架，还联合了别的小朋友2打1，现在需要家长过来一趟。我马上过去。我不管，他打人就是不对，没爹养的野种就是没素质，让他给我道歉。妍妍，妈妈，我不是坏孩子。一个给老男人当小三的货色，能生出什么好东西？儿子都这么大了，还没捞着名分吧？这女的嘴也太脏了吧！怎么能当着小孩的面这么说啊？这柿子专挑软的捏是吧？哎，看宋田曦一个人带孩子好欺负？我的儿子还轮不到你来指挥，给你3秒，给我的儿子道歉。你让我给一个私生子道歉？你做梦！我今天不光要骂他，我还要替他那个不敢露脸的爹教训教训他，看他还敢不敢欺负我儿子。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儿子，我老公来了，你们都别想好。我告诉你，我老公可是星野集团的高管，得罪了我们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老公，还好你来了，咱们儿子今天遭老大罪了。怎么回事？咱们彬彬今天不过就说了2句老实话，就被那个没教养的摔倒在地，都刺破皮了。你看，彬彬可是你们家3代单传，金贵着呢，什么时候遭过这种罪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家孩子也是你这种人能够欺负的，马上道歉，不然我一句话就让你彻底消失在娱乐圈。首先，事情不是我家孩子先挑起的，凭什么让我的孩子道歉？其次，是你家孩子骂我家孩子在先，于情于理，应该你的孩子给我的孩子道歉。况且，就他手上这点小伤，我要是晚来一会儿，恐怕都愈合了。伤是小事儿，能治。孩子这么小就骂人，恐怕是被你们养废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呀？一个攀权富贵的戏子而已，生个小孩也来路不明，有妈生没爹养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小孩子会说出什么话，那肯定是受了大人的影响。这大婶不知道在家说了妍妍多少坏话。哟，3代单传，传出这么个爱嚼舌根的玩意儿，他妈还挺沾沾自喜。本来我正气得咬牙呢，宋田曦突然来了句养废了，哼，我突然间身心通畅了。谁给的胆子说你爹养的？这怎么是陆总？坏了！爸爸，没吃亏吧？爸爸，说好的私生子呢？妍妍，你居然有爸爸，所以绯闻是假的？宋田曦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解释？彬彬说妍妍没有爸爸，说爸爸不要妈妈和妍妍，妍妍就说爸爸了，他还没素质呢，爸要你怎么不教你？然后彬彬骂妍妍，还说妍妍衣领，妍妍才把他推倒的。陆总，道歉吧。道歉？道什么歉？你们应该给我儿子道歉。哎呀，你不说话我干什么呀？又不是光我一个人这么说，网上大家都这么说。给我老婆道歉。老婆，他疯了，节目还录着呢。于玄彬，快给弟弟道歉。我不要，是他先打我的。道歉就不用了，不如我们来好好算一算你造谣我儿子有妈生没爹养的账。外面都这么说，真爹假爹，别是在这儿演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你想死，不要拉上全家！马上给陆总和陆太太道歉。我们是合法夫妻，无论是对我、对他，还是对我儿子，任何造谣和诽谤
都不能容忍。你们等着接律师函吧。明天起，你不用来上班。也就剩半年了，他就不怕我们的关系公开后给他带来麻烦吗？我们走，陆总，陆总。你先回公司，节目还录着呢，别被拍到了。我自己带妍妍回去就行。我去帮你挡一下镜头啊。我就这么拿不出手吗？来，妍妍，好吃的来了。甜甜，大妹，这些都是垃圾食品。小屁孩，你才几岁就这么爱说教？什么垃圾食品啊？炸鸡、汉堡、YYDS， 我不允许任何人忤逆他们，我儿子也不行。吃。妍妍，你知道我曾经对着这个立过什么 flag 吗？我说我以后一定要亲自下厨忙活你的一日三餐，结果忙活到这儿，带着你吃快餐，我真是哐哐哐打我自己的脸。我好像一直都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，不称职到我的宝宝宁愿说自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别人欺负我宝的时候，我宝也不解释。他大概是一直觉得我不爱他，才会这样吧。我也想跟他亲近啊，可又怕协议到期后即将到来的分离会让他更痛苦。今天生妍妍的时候流了好多血，差点死掉，甜甜肯定害怕极了，所以妍妍还不如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呢。原来真的有母子连心，他甚至会心疼我生他那一刻的艰辛。小屁孩，瞎说什么呢？哪有那么恐怖？哎，快吃，吃完了晚上我们还要录单彩呢。妍妍说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是跟妈妈生妍妍的时候很辛苦有关吗？以前妍妍因为妈妈不爱我，我还讨厌她。有一次妈妈偷偷哭了，爸爸就给我看了这个。爸爸说妈妈拼了命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，怎么会不爱妍妍呢？爷爷，甜甜是不是因为妍妍不能演戏？爸爸说如果妍妍陪妈妈上节目，妈妈就能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所以妍妍就来了。不是的，妍妍，心都化了，家人们，原来妍妍爱惨了妈妈，想回报妈妈的付出。没人觉得陆总也很丑吗？一直留着这些病危通知书。你怎么回来这么早？妍妍还在里面录节目，你先在卧室躲起来，别把姐姐拍到。什么意思？在我自己家还需要偷偷摸？宋天熙，你几个意思？是我论文也拿不出手是吗？半年后协议到期，我们就会分道扬镳。公开关系会影响他未来的联姻，也会让我更难抽身。怎么可能？我得出去录单彩了。还是因为我长得丑，见不得人。不是，我是怕工作人员找上来。再推开我见识时，Can't pretend, flexing how I don't take the bed when I'm blind.
再不整理好节目组一会儿可能真的会找上门。经过一整天的拍摄，大家对你和妍妍都有了一定的了解，却也有些疑问。既然妍妍有爸爸，你为什么不澄清那些被富豪包养生子的绯闻呢？因为绯闻并非空穴来风，除了我和他是合法夫妻这一点，其他的基本吻合。我的婚姻是一场长达6年的交易，我无力辩解，所以不曾公开。但是妍妍是无辜的，我不希望她受到曲解。交易？快6年了，还只是交易？宋天熙，你的心是铁做的吗？所以你们是协议婚姻？我母亲早逝，父亲再娶，后妈虐待，家里一出事，我就是会被立马推出去交换利益的棋子。好在有这份协议婚姻，令我原本惨淡的人生多了一丝喘息，也是我苦日子里偷来的点甜头，我很感激。协议结婚啊，合着我脑补出来的夫妻恩爱的画面根本就不存在。所以在宋田曦心里，除了多了一张结婚证外，他真的是给富商生了孩子，协议到期还要再去领离婚证那种。大家也不用同情我，说到底还是我赚了。未来我顶着妍妍妈妈的身份，没有人敢为难我。只是我唯一对不起的人就是妍妍，希望她长大以后不会怪我。谢谢田曦，我们的采访到此结束。田曦，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好好的看一看采访。妍妍很爱你，她也在竭尽全力的让你做你自己。怎么了？因为上午的事情还委屈呢？妍妍真的太爱我了，我忍不住。田曦，我是佳宇，你协议结婚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这么多年了，你又来纠缠我做什么？我从头到尾和你没有一点关系，请你自重。宋田曦，我追了你6年，整个青春都耗在你身上了。你突然闪婚对我打击有多大，你到底知道吗？现在你告诉我这竟然是个交易，你让我怎么自重，怎么冷静？还剩半年是吗？我等，这么多年都等了，我不差这半年。你以千宁未婚夫的名头追我的这6年，是让我最恶心的6年。你所谓的深情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沉重的枷锁。现在我好不容易摆脱了噩梦，你能不能滚远一点啊？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打过来，我和他没有联系过，我已经把他拉黑了。哎，你今晚还回来吗？会。在他心里，是不是也在期待协议到期？半年，哼，时间还没到，就有人虎视眈眈想抢人。不是说不来吗？哟，不在家陪老婆孩子，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这表情，知道了是喝酒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喝中药呢。要不给哥们儿我也来一杯尝尝？少来，你朋友圈女友劲儿还少。哥，别提了，我那小女朋友
非让我给他买路口新开那家店的蛋糕，我嫌人多懒得停，结果大成。送包送首饰都哄不好，这女人啊，一生气真能不回头。困了，让人回去了。得，真给他刺激走了。就剩半年了，再不抓点紧，老婆就真跑了。我真服了他了，孩子都生了，老婆还没追到手，这是刺激他吗？当年签濒危通知书那会儿，那么无助，才真是被刺激到。不管他了，咱们继续。可以在这儿吃吗？上次妍妍在书房里吃薯片，被你教训了好久。他是他，你是你。妍妍要是知道你这么双标，准又要哭鼻子。所以你背着他偷偷吃，他就不知道了。在哪里买的？好好吃，下次我也要买给妍妍尝尝。朋友带到茶室，我就带回来了。听说因为他没有买到这个蛋糕，被朋友给甩了，味道应该不错。你要尝一口吗？不会太甜，很好吃的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节目播出后他会打电话过来。你也知道的，我一直很讨厌他的纠缠。当年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会这么轻松。你要不要再吃一口？难得他这么软乎乎的。吃你嘴里的。你比小蛋糕甜。I will dive into you tonight. 지금 내 곁으로 I'm missing you tonight. 내 곁에 있어줘. 난 너의 손을 잡고 영원히 喂，这样录影，你明天还要录影，会被看出来的。录影，求你了。 영원히 있을게. 求我？行啊。 那你叫我一声老公。 어떤 의미였을까? 짧았던 그 침묵은 아직도 什么？林佳雨在2楼的私包里发疯，这会儿宋千灵也过去。林佳雨那个小明星是陆文雨的远方表亲，我知道。 宋千宁是谁？宋千宁是宋田曦的妹妹，林佳雨跟宋千宁有婚约，但她追过宋田曦，他们都是一起长大的。意思是这小子和妹妹有婚约，还看上姐姐了。野哥的前提是个远房远弟，你们等等，我看看监控。 所以，你明知道他们的婚约是一场交易，结果那么多年你一个字都不告诉我。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有什么用？我们家当初刚出一点事儿，你们家就撇得一干二净。婚约说解除就解除，像是要躲着瘟神一样。解除婚约是我抗争的结果。你明知道我喜欢他那么多年了，如果我要是知道你们会把他卖掉，我会毫不犹豫的娶了她。又是宋田曦，明明当年已经把他勾引妹夫的绯闻爆料了。 明明爸妈都打算把她嫁给王佐那个烂人换钱了，为什么会是陆文也出现，点名要娶她，才帮忙解决宋家的危机？你说你当初会娶她，你拿什么娶？林佳雨，你真以为当初我爸没有考虑过你家吗？你有功夫在这质问我，倒不如回家问问你妈，她当初到底跟宋田曦说了什么？对了。 你不会还在这等他半年就回到他身边的美梦吧？我告诉你，没门！我得不到的，他也别想得到。我要是过得不顺心，他也别想安稳。
妈，你当初对宋林熙到底说了什么？你如果没有侮辱她，她怎么会说出就算被卖掉也不会嫁给我的话？交易总有结束的时候，我可以等，反正这么多年我都等过来了。这一次，你们管不了我。他还等什么玩意儿？谁的人都敢辩解？赶紧下来，还给野哥。交易总有结束的时候，我可以等，反正这么多年我都等过来了。这一次，你们管不了我。宋田曦是宋家卖给我的，笑话，他能在我身边，全靠我又争又强。我只后悔，当初咱们就只见了6年。昨天是又是10岁让爸爸抱走了，这天晕死了。前天是紧紧抱着爸爸睡的啦，他都说了，抱了睡睡就不踏实。他抱着你睡，怎么抱的？就这样呀，甜甜还轻轻拍妍妍的背，哄妍妍睡觉呢。甜甜没有这么拍爸爸吗？那甜甜有没有亲爸爸的额头，说亲你真上瘾啊，小宝贝？哎呀，甜甜好想可爱妍妍哦，爸爸不行哟。爸爸不吃早餐吗？吃饱了。今天我们来到嘉宾家中，和他们一起前往录制中心录制节目赞助商的广告口播。出来吧，妍妍。妈妈呢？嘘，甜甜还没睡醒。不过这不能怪甜甜，爸爸昨天晚上回家了，甜甜肯定很累，让他多睡会儿。爸爸昨天晚上把妍妍抱走了，他霸占了甜甜。甜甜不知道给他讲了几个故事才把他哄睡着，甜甜太辛苦了。哦，晚上很累。童言无忌，让他展开说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睡过头了。我明明设置了闹钟，不知道为什么没响。甜甜吃早餐啦，芝士火腿烫里面，反正闹钟响了，甜甜也可能会关了，让我把手机塞到被窝里面继续睡。你爸呢？爸爸今天连早饭都没吃就上班去了，他睡一大早就被气饱了。他气什么？好像是气甜甜没亲他，也没说亲你真上啊，小宝贝。这是我能听的吗？陆总因为没被叫小宝贝生胖气？妍妍敢说，我都不敢想。你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把你卷成潘妮妮。太太，今天看到这家蛋糕店在排长队，想来一定很好吃，我就带过来给您当下午茶。这家蛋糕真的很好吃，我昨天晚上吃的时候还想着给妍妍买一份呢。甜甜偷吃？昨天什么时候？妍妍怎么不知道？你睡着了，叫不醒。爸爸故意抱着妍妍，偷偷买蛋糕给甜甜吃，太狡猾了，怎么能背着妍妍这样？下次妍妍排队给甜甜买，妍妍有压岁钱。好。这家蛋糕真的非常火爆，队排的让人绝望。陆总居然也会去这种店排队，我不敢想。姐姐，我这么远跑过来，咱们聊聊吧。妍妍，你先跟秦姨去吃小蛋糕，妈妈出去说几句话啊。来，妍妍。姐姐，爸爸看了节目都气病了。事实并不是你说的那样，从小到大，
你拥有的都是最好的，难道就因为未婚夫的事情我没有退让，姐姐就对我恨之入骨了吗？再说了，我跟他也并没有走进婚姻啊，姐姐还是不能理解我们吗？宋天宁，多少年了还是这套？你上直播节目找我，说给谁听呢？把观众当枪使，容易引火自焚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误会我呢？对不起啊，原来在姐姐心里是半点亲情都没有了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你们俩那点烂事儿别牵扯上我。听清楚，我宋田曦已婚，我和别的男人之间清清白白，不能让我老公头上蒙尘，更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的颜面。不能让我老公头上蒙尘，更不允许任何人伤他的颜面。平时害羞不可喊老公，镜头前居然说的这么顺耳。让苏景明来见我。是，陆总。陆总，您找我？千宁的事，我事先真的不知情，我宠坏了她，一时糊涂。等回去，我一定严惩她。宋总违了我的约，装的倒是若无其事。当初的协议怎么写的？宋田曦与宋家再无瓜葛，宋家的人不得再出现在他面前。你女儿这是在打我的脸。陆总，误会啊，给千宁1万个胆子，他也不敢针对你。你要是能管得了他，他今天就惹不出这事儿。我能让你们宋家起死回生，也能让你们再死一次。信不信？我一句话就能让你们宋家的生意明天就断了。陆总，想怎么解决？只要不伤筋动骨，我全力配合。当初你们穷途末路，是打算求谁来着？啊，王总最近刚好离婚了，你正好有个女儿，你去求他，你们是老相识了，肯定会拉你。陆总，王总那人名声多差，千宁怎么会？怎么，当初的宋田曦就可以，宋千宁就不行是吗？宋还真是厚此薄彼。当初宋田曦怎么从楼上摔下来骨折的？谁搞的鬼？你心里没数吗？陆总，谁做的孽，谁自己去受。宋总这么心疼女儿，那就由你亲自去受。我倒要看看宋总是要钱要事业，还是要你路，我给你指，怎么走，自己选。滚！很抱歉以这样的形式公开我的私事，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宋田曦遭受指责。曾经，我确实是宋千宁小姐的未婚夫，但我们没有走入婚姻，也并不是因为宋田曦，而是6年前，这段婚约就已经作废了。我虽一直倾慕宋田曦，甚至跟着她考进了电影学院，但那都是我一厢情愿。宋田曦从未给过我回应。后来她结婚，我们也再无联系。这下怎么办？陆文爷肯定也看到了。挑衅我！你在哪儿？在会所。那今天还回家吗？节目组的人没走，我哪里敢回去？那岂不是要麻烦你把我东躲西藏的？要不我去接你回家，好吗？好。你看到林佳玉微博了吗？别生气啊。所以你是因为怕我生气才来接我的？我看到了，你不用管，我会解决的。
我不是怕你生气，我是想告诉你，我不喜欢那样的蠢货。好，我们回家。这么老套的招数，我居然动心了。什么意思啊，宋天熙？怎么了？我才没有呢，我是看陆总忘了系安全带，顺手帮忙而已，小小的报复而已。林佳雨，你果然跳出来了。宋田曦，我说过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。我就是要泼宋田曦一身脏水，让他在陆文野面前也干净不了。宋庆宁，给我滚出来！你疯了？生理不顺，你拿女儿出气啊？你问问他做的好事。帮助我和陆文也签了协议，宋家和宋天熙从此再无关系，也算是让他发挥了最大价值。可现在年女居然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惹了陆文也。陆文也现在让我们把他送给了王总。不行，那个人家绝对不行。他那个前妻精神都恍惚了，人都废了，怎么能把宁宁嫁给他？什么都是句饭钱。他要我家，陆文也就会断了宋家的路。原来我跟宋天熙没有差别，在紧要关头，我也是可以被推出去的商品。是时候让那些蠢货付出代价。我真是没想到，我们前脚提出解除婚约，你父亲就来问过吗？妹妹如果不行，姐姐可不可以？阿姨，谢谢你们的拒绝。林佳雨的纠缠让我快窒息了，我宁愿被我父亲卖掉换钱，也不愿意和他扯上任何关系。我拳头硬了。哎，什么叫妹妹不行，姐姐可不可以？这是当爹的说的话？宋家这对父母真恶心。陆总牛，直接上集团官微承认，这才是霸气夫妻，谁能宠得过你？宋天熙居然说，就算被卖了，也不想跟林佳雨扯上关系，这话太狠了。宋田曦他妹段位可真不低，下午在直播里出现的时候啊，一直把话说的像是宋田曦勾引了林佳雨。他说有事儿处理，原来是来处理这事儿。我的眼光是好，当初找上他也是我孤注一掷的主动出击。父亲从小逼我参加各种无聊的宴会，想将我卖个好价钱。直到有一次在宴会上见到了陆文野。枯燥的宴会才有了期待，像一束光照进了我幽暗自闭的壳。自此，我昏暗的人生里也有了一颗即便尝不到，只是看看就觉得满足到心颤的糖。我们之间像隔着一条汉河，我不主动，他就绝对不会靠过来。真想问问他，这6年到底有没有爱上过我？明天我要带妍妍出去3天2夜，他告诉你了吧？微博我看到了，谢谢你。
谢我什么？你打算怎么感谢？是这样吗，陆文言？谢我什么？老公。贝蒂也这么主动，真行。欢迎大家收看《妈妈亮相出发篇》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依山傍水的林河村，开始我们3组家庭3天2夜的亲子旅行。来了，我们的宠妈狂魔又来了，还是熟悉的配方，还是熟悉的味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玉诗年，这是我的儿子芊芊。我叫木仙，今年6岁。大家好，我是方雪瑶，这是我4岁半的女儿方桃稚。是方桃稚，不是杨桃稚，不要记错了哦。因为有妈妈，桃桃根本不需要爸爸那种没用的东西。她真的成长在单亲家庭吗？她一出场就像个暖乎乎的小太阳。大家好，我是宋田曦。田曦真是一点没变，这些年我出席各种音乐会都没遇见过他，都怪陆文也把他藏得太好。他不会以为他很深情吧？我真的要吐了。哎呀，BBQ 了，陆总一会儿也要来，我们节目不会要上演修罗场的吧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佳宇，很荣幸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节目。然后呢，其实我本人非常的喜欢小朋友啊，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借着这个节目，跟所有小朋友们都能够打成一片，我也会去努力的。这就是林佳宇。妍妍小朋友，我是佳宇叔叔。宋莲曦，好久不见。连名带姓是你们林家教你的礼数，叫嫂子。爸爸，哥，林佳宇叫陆总哥。我们陆总这个出场啊，帅炸天！你怎么来了？哼，说好了妍妍保护甜甜的，爸爸又来跟妍妍抢。我的人跟我汇报，说我那个远房舅舅为了给这个败家子收拾烂摊子，在星野大厅门口一直杵着。你要是有点眼力劲儿，在来之前你就该好好掂量掂量你们林家的家庭，够不够你这么折腾？你有钱了不起啊？拿钱压人算什么本事？更何况，靠协议绑着的关系，就算没期限，也迟早完蛋。何况，你们的协议不也只剩半年了吗？
半年？你刚才都说了，我有的是钱，区一个协议，你觉得我是付不起违约金，还是我星野资产不够多？你想拿整个林家跟我赌，你也得看看你自己赌不赌得起。你要是一个有担当的人，当初为何会看着婚约成型，宋家陷入危机，你又为何不主动出手？说白了，你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缩头乌龟而已。我老婆可不会喜欢这么个处。我愿称之为完美绝杀。不得不说，陆总这波输出太顶了。抱歉，导演，因为私事耽误点时间，你们继续吧。好的，现在呢，各位嘉宾啊，上交一下自己的手机以及小朋友们带的零食和玩具。我不要，老子不可以。来，亲亲。都是你。爷爷说过会照顾好妈妈，别人的爸爸都没来和小朋友抢妈妈，就只有爷爷爸爸来抢。在她成为你妈妈之前，她先是我的老婆，咱俩到底谁跟谁抢？真是。哼，反正你也抢不过，甜甜都没跟爸爸说，心里真上瘾啊，小宝贝。只跟爷爷说了，爸爸早就输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对我说过呀？爸爸吹牛，什么时候？在你昨晚睡着的时候跟我说的。啥上瘾？啥小宝贝？你们夫妻私下玩这么花的吗？欢迎大家呀来到我们的湖心岛村，这里呢是我们的村会馆，当然呢也是我们节目组呢临时驻扎的大本营。为了增加我们节目的趣味性，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房间里边有惊也有喜。各位嘉宾呢需要自行盲选，一经选择呢不容反悔，请各位嘉宾深思熟虑后再做决定。惊喜，以节目组惯用的套路，会有坑吧？都已经是开盲盒了，你还深思熟虑的？深思熟虑选完之后，挑个最差的。这是1号房的关键词，繁星璀璨。繁星璀璨，依我看啊，这套房子肯定是那种露天的，360度全景沉浸式观星那种。这种房子一般有一个缺点，那就是会漏雨。这几天天气一直不太好，谁要是选择到这个房子，那可就倒霉透顶了。2号房红砖绿瓦，3号房西青鸟鸣，还有4号房首富的家。这些房子啊，就这个首富的家行。咱们的选房顺序啊，按照小朋友们的游戏结果来定。宝宝们要加油了，能不能带妈妈住上好房子，全靠你们了啊！哎，小朋友们的选房顺序都根据比赛输赢来决定，那我的选房顺序呢？小朋友们选剩下那些，自然就是你的了。行，宋莲希，你不用担心，如果妍妍选的不好的话，我可以跟你们换。我老婆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献殷勤？林佳宇这波换房的操作差异满满啊！哥，你别误会，大家一起参加节目，我作为飞行嘉宾，特殊的关心罢了。就算陆文也再怎么霸道，只要宋天熙改变对我的看法，我就有戏。给林佳玉安排一间最差的房间。这个呢是节目组给大家准备的防水连体雨衣，小朋友们可以放心在泥坑玩，不用怕弄脏衣服啊。
妍妍是觉得光脚可以跑得更快吗？不是，保姆阿姨没来，我怕鞋脏了，甜甜洗起来辛苦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带孩子的秘籍啊？要不咱俩换换，这种神仙孩子也让我带几天吧。行吗？不用换，大家都在。陆景言前脚要把爸爸送给芊芊哥哥，后脚陆总就打算把他们打包送出去。加油，跑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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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快跑！妍妍，你现在在原地踏步，你这是把泥潭当跑步机了，你再这样下去，你小肚皮上的肌肉都比你爸的要多了。死嘴！又在说什么虎狼之词？宋甜熙，陆总有几块腹肌，你怎么知道？一看你就没少上手墨。他们一定只是协议结婚，表面甜蜜而已。我还有机会。你在发什么疯？咱们家都已经破产了，你还给我摔东西！破产了就要把我卖给那个家暴男吗？凭什么宋甜熙能嫁给陆文野，我就只能给你们去填库了？妈，你去跟妈说，我不要嫁给他，不要嫁给他。我要是嫁过去的话，我一定会被他打死的。妈，你最疼我了，你一定会护着我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话呀！千宁啊，那个王总说不准没有传闻中那么不堪呢，他都已经结过一次婚了，也许他已经改好了。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，你先忍几年，等过2年咱们家缓过来了，你再离婚就好了呀。豪门嘛，不都是这样子的？你姐姐现在已经嫁人了，能救宋家的只有你，这是你的责任，也是你的命。原来我最引以为傲的宠爱，在利益面前一文不值。宋甜熙，都是因为你，就让你也尝尝这众叛亲离的滋味儿。来吧，现在开始选吧。爷爷，你先来。刚才依依说首付家可能是最好的，可是甜甜说过，最好的不一定是最适合自己的。写上你妈妈名字那个。爱了，别人都在分期房好不好，陆总想的是这间可以有我老婆的名字。我选这个，那我们选这个，我们也选好啦。好了，既然房子都选好了，那到底选到了什么样的房子？我们一起去看看。选个房子还带个路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西青鸟鸣房。这房子真不错啊！这房子都这么好，那首付家……宝贝，你选的房子真好。甜心，这里清新自然诗意，果然很适合你。看来这么久了，我们喜欢的还是一样的。阿弟啊，咱们去看下一间。走。这里啊，就是林老师的红砖绿瓦房。
叔叔，你的房子好像快塌了。林老师，你放心，这儿虽然看着破，但我们都加固过，塌不了。行，没问题。半年我都愿意的，更何况这几天属于我终究要拿回来。林佳宇这是在公开宣战吧？半年，指的不就是协议婚姻剩下的时间吗？好了，我们到了啊。这里啊，就是方桃之小朋友选的首富的家。这，好家伙，我还以为我穿越了呢。这就是你说的首富的家？这村的主播对自己也挺苛刻呀。没错呀，这家住的老人叫王首富，怎么能说不是首富的家？好啦，我们所有人现在回村会馆抽签呢，选一名小朋友，让石奇叔叔体会一下带孩的辛苦和快乐，然后就各回各家，自力更生，准备午饭。走。你干嘛？我们走就行了，你都到家了，还做什么？你不是说你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吗？这不是你老家？您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坏爸爸！我的妍妍分明是心疼我才那么说的。哎，陆文也上午说协议作废，那我和妍妍是不是就不用分开了？我得找机会问清楚。叔叔，你的切肉块这么厚，能炒熟吗？你确定你上的是幼儿园，不是烹饪学校？哎，正好，你田溪阿姨家里人多，咱们多做点，给他们送过去。幼儿园不许学做饭，还缝衣服、做手工、剪篮子，只要学得死，就往死里学。叔叔，快去生火吧，淘淘切完肉要开锅做饭了。这林佳宇是巨婴吗？让5岁小孩拿刀，他就站着看。我竟然被一个5岁小孩说教了，我还一句话都反驳不了。我回来啦，甜甜。今天中午我就简单吃个青菜肉丝面，行吗？甜甜，你还会做饭呢。我倒是希望你不会。为什么？别人家不都是希望自己的老婆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的吗？别人是别人，你嫁给我之前，你的家境如果会做这些，说明受了很多的苦。我陆文野的女人，用不着分这些。他这是在心疼我以前的日子。是吧？这真的是甜甜做的，这么好看的面，竟然是甜甜做的。怎么办？我好像生了一个小马屁精哎。淡了吗？没有，很好吃。破案了，原来妍妍马屁精都是跟你学的，哪有那么好吃？倒是委屈你了。我记得刚搬去你家住的第2天，你家那早餐跟满汉全席似的。哪有那一直那么奢侈啊？只不过想尽快搞清楚你的口味跟喜好罢了。可我们才认识2天，你为什么那么上心啊？认识2天？你怎么知道我之前没有注意到你？一个陌生人突然跑到我面前对我有所求，还是结婚这种大事。我陆文也是这么随便的人，所以我就答应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他难道不是一时心软娶了我？
我之前没想过。没想过？你还记不记得我这些年对你唯一的要求是什么？我记得你说过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我李英什么都想，李英什么都敢，李英想做什么就肆无忌惮的去做什么。那这些年你做到了吗？无论你是面对别人，还是在妍妍身边，都会不经意流露出那种活泼又俏皮的一面。唯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是保持距离感。其实这些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几年，契约婚姻能过成这样已经很好了，我已经很知足了，其他的我也不敢想。不敢想？我让你什么都敢，当然也包括什么都敢想。那我能奢望你爱上我吗？喂，爸爸不要逼甜甜，把甜甜为难的脸都为难红了。妍妍都吃饱了，甜甜还一口没吃。逼迫？我明明是在循循善诱，怎么就成逼迫了？还是得把这臭小子支开，才能再好好说话。妍妍宝宝，你还小，你不懂，你爸那哪是逼迫甜甜？妍妍说陆总逼迫甜甜那一秒，陆总眼里都闪过惊慌失措了，你敢信？爷爷，你不去看看别的小朋友吗？你倒是吃饱了，别的小朋友可能连饭都没吃上呢。妍妍早就是想去看看小桃子了，但是妍妍要看着甜甜把饭吃完，不然妍妍走了，爸爸欺负甜甜，妍妍怕甜甜吃不饱。好，我吃。那就麻烦爸爸把碗洗干净了，妍妍要去看小桃子喽，小心点啊！快去吧。走了，就这么走了，终究是错付了。导演，你出来，我们谈谈。妍妍，听姨姨的，现在拐回去，听墙角还来得及。聊聊。你今天早上说协议作废，是因为林佳宇，还是因为我？难道你还不明白？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会把那种自不量力的人放在心上吗？你还不明白？所以你来参加这个节目，也是因为我？不然呢？你是不是也觉得半年后你可以心安理得离开我？我签下那份有时限的协议，是怕吓到你，想给你时间，等你慢慢习惯我，爱上我。结果没想到，反而成了别人觊觎你的底气。我做的难道还不够明显吗？我以为感情可以由心培养，久而久之，你就能感受得到。结果倒好，你不仅没感受到，反而连想都不敢想。我一直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一场交易，我怕我陷得太深，到最后无法抽身。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？我们的感情从来都不是什么交易，也没有期限。从我对你动心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只能属于我。那是不是说我再也不用担心要和妍妍分开了？我忘记我家玩。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对我动的心？好学生应该自己找答案。那你这位好老师不是应该先规定好范围？想要提示啊？也不是不行。请问有什么奖励吗？
这样够。你说呢？你看，我的桃子回来啦！听现场啊，这是。哎，人家陆总刚表明心意啊，天雷勾地火，大家理解一下。他疼，他追，他插翅难飞，好看，爱看。听我的，别录了，直接入洞房。妈了，大型社死现场了！淘淘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弄得这么狼狈？早上比赛弄脏的泥鞋子，叔叔也没有帮你换吗？没事，爷爷，淘淘做饭弄的。叔叔不会做饭，也不会生火。淘淘这里没有学过，那就淘淘做了。没时间回妈妈那边去拿鞋子。你还帮他做饭？他一个大人，居然让你小孩子帮忙做饭啊？刚刚叔叔还打算让我拿回来给妈妈尝尝呢。好你个林佳雨，上节目照顾不好孩子，还拿孩子做的菜来见花献佛，讨好我媳妇。爷爷，能不能先给淘淘喝点水？淘淘好渴。好，我去拿。来，淘淘，慢点喝。总算活过来。都怪我，要不是因为我，林佳雨也不会来参加这个节目，淘淘也不会输这种队。回去找他算账。走，我们进去啊。林佳雨，哥，你干什么？哥，你还知道我是你哥？既然是你哥，教你做人就是天经地义。毕竟当你哥也就这么点好处，但凡跟你沾上点关系，都让人觉得恶心。说，谁让你这么使唤一个小女孩的？我没使唤她，是自己自愿的。你讲点道理好不好啊？讲道理？你让一个5岁的小女孩给你做饭，忙活半天连口水都不给她喝，你跟我讲道理？我忘了。哥，你冷静点，咱们还在录节目，摄影师马上就回来了。哟，你还知道丢人呢？我没在镜头面前对你动手，是顾及我老婆的颜面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来参加这个节目是为了什么？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。但千不该万不该，不守好自己的本分啊！要是再敢让他因为你这种垃圾，心里有一点点不痛快，就让你滚出这个圈子，信不信？信啊！我只能说，就是个 feel， 倍儿爽。陆总终于出手了，陆总要是再不出手，我都想钻进屏幕里揍林佳雨了。什么人啊！小桃子忙前忙后，水都没给他喝一口。别说当妈的心疼，我这个跟他毫无关系的姨姨，隔着屏幕心都沉了沉。我终于明白陆总为什么发火了。他不光气林佳雨欺负桃子，他是心疼宋田曦因为这事儿内疚。记住，他是我的人，我都舍不得让他难过。你算哪个错？桃子，妈妈看看，妈妈我没事。他这拖鞋是妍妍的，那脏鞋是你帮他洗的，太谢谢你了，真是麻烦你了。没事儿，不碍事儿的。这孩子真是的，他越是报喜不报忧，我越能想到他来的时候那样子有多狼狈。你别多想，他也是因为爱你，所以才只告诉你开心的事情吧。对了，你刚来的时候路上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有人路过？
我看到你家那位黑着脸跟要债的似的去找林佳玉了，你不担心啊？不担心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哦，对了，导演叫家长们集合呢，那咱们去吧。好。妍妍，照顾好妹妹啊。等妈妈回来。你们俩在这玩啊。走吧。接下来呢，有个小测试，家长呢要去告诉孩子们，一定要守好这个首饰盒，不能打开，也不能够被抢走。然后和我一起去实时观看小朋友们的反应。林老师，你的任务就比较特殊了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骗他们把盒子打开，然后从他们手上把盒子拿走。最关键的是，你得让他们答应你，一定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。你这不是把我当成坏人啊？我好歹是个偶像，来节目是为了联系上宋田曦，救她出魔爪的，我又不是来破坏形象的。放心，等测试结束，我和家长们就给孩子们解释，告诉他们您刚刚呀只是在演戏，不是真的坏叔叔。您是专业演员，我相信你的专业能力，一定能演得天衣无缝。桃子，你想不想吃雪糕？想啊。妍妍，你妈妈在那边捡到了一个宝贝，她自己一个人守在那儿，生怕错过了失主，又怕被别人抢走。快，姨姨带你们去帮她。爸爸呢？爸爸怎么不在妈咪身边？如果有坏蛋来抢怎么办？他在哪？姨姨，快带我去找。走。妈呀！没事，妈妈在守护宝藏，到现在都没有被任何坏人发现。妈妈棒不棒？我去了跟爸爸算账，他们天天一个人都在这里。如果他一直是这样，不称职不改正错误，我会和天天一起不要命。这臭小子翅膀硬了，居然敢公开跟我抢人！看，有人弄丢了这个宝贝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丢了的人肯定很着急，他也会回来找。所以在失主回来之前，我们是不是得看好他，千万不能被坏人给拿走了呀？可是节目组让我们去采访间接受采访，挺着急的，一刻都等不了啊！那怎么办呀？导演叫我们去，我们要是不去的话，导演会不会生气？导演要是生气的话，下一季不叫我们来了，那怎么办啊？妈咪，你们去采访宝贝，我们会看好。好，那妈咪就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啦。你们有信心吗？求真六送。妍妍，这里面装是什么东西啊？这盒子好好看，里面会不会装的是公主的项链？淘淘很好奇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妍妍很好奇，但是妈妈们说不让打开。淘淘要做乖孩子还是做不听话的孩子？淘淘当然要做听话的孩子，但是妍妍，我们如果不打开来看的话，要是有人说这宝贝是他丢的，给我们描述宝贝的样子，我们怎么确定到底是不是？我们怎么确定到底是不是？你女儿好聪明，连我都觉得她说的有道理。这俩小孩不会真给打开了吧？放心，不会。那就让他等一等。东西是妈妈们捡到的，我们是帮忙做不了主的。如果我们先看了，坏人套我们的话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先听听他说什么，然后等妈妈回来了，再让妈妈们打开确认。妍妍跟爸爸玩过游戏牌，爸爸说小屋就不能亮出自己的底牌。爸爸说小屋就不能亮出自己的底牌。你真的教过什么什么？我还教过他很多，感兴趣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去。陆景言这么小就有边界感，帮忙是帮忙，
但不能帮妈妈做决定。哎，这个道理啊，有很多大人都不懂。我突然发现，陆总应该一直在言传身教，他把妍妍教得太好了。如果想赢，就不能让人知道自己的底牌。原来你们豪门霸总都是这么教孩子的，玩个牌都能玩出人生哲理。小朋友，你们妈妈呢？蹲在这藏什么东西呢？给叔叔看看。你们这个干嘛？这个盒子不能让它被坏人拿走，可是你一直这样捂着的话，要是失主来了，他怎么认领？不如这样，我们把盒子打开，先看一眼，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。这样的话，如果有坏人来冒领，我们一下就能戳穿他，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妈妈。你觉得呢？我爸爸说过，想赢就不能先亮出自己的底牌。我们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所以我们不能给你看。妍妍，你的爸爸总是教你这些输赢和戒备心吗？你妈妈那么温柔，她需要的是温暖和守护，而不是这些冷冰冰的规则。好了，这个盒子呢，就由叔叔先替你们保管，我会亲自把它交给田曦阿姨的。顺便告诉你妈妈，她的教育方式太天真，而你爸爸的教育方式又太不近人情。走了，记得告诉你妈妈。你好，爷爷，我们上当了。淘淘不哭，淘淘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，淘淘才没有把事情搞砸。我爸爸说，有些人会用好听的话来不中坏心思。那个叔叔不只是想抢走盒子，还想让我不喜欢爸爸。但他输了，因为我知道爸爸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哼，还敢离间我父子！妍妍，淘淘是不是搞砸了？淘淘不想让妈伤心，别的小朋友妈妈伤心了，可以趴在爸爸怀里哭，但淘淘妈妈只能一个人躲起来偷偷哭。我妈妈说过，别低头，空中会掉；别流泪，坏人会笑。我们拦不住叔叔，是因为我们还小，对不对？但我们不会一直小，等淘淘长大了，就问淘淘保护姨姨。淘淘不哭，淘淘做完美女人，坚强。别流泪，坏人会笑。我们拦不住叔叔，是因为我们还小，对不对？但我们不会一直小，等淘淘长大了，就问淘淘保护姨姨。想哭就哭吧，没有关系。上次我也是被小妍妍感动到，哭得昏天黑地的。怪不得小桃子，她总是报喜不报忧，原来是怕我难过，我一个人会偷偷躲起来哭。我一直以为原生家庭一定会给她带来影响，没想到一直都是她在关心我、心疼。你已经把桃子养得像个小太阳一样了，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，不应该成为惩罚我们自己的理由。以后啊，你也可以告诉桃子，让她不用担心，因为你想哭的时候，还有朋友的肩膀。同是单亲妈妈，根本无法形容现在的心情，觉得非常有力量，一切都值得。宋田曦说，朋友也会给你肩膀，我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温暖。妍妍安慰小桃子的时候，也不断肯定她，被爱包围的人也特别会爱人，这是真的。陆文言也曾经这么温暖过我的心，让我从泥泞的生活中解脱。曾经我自顾不暇，现在我居然也有了想要给人传递温暖的能力。谢谢你，陆文言。这个棒棒糖呀，是给妍妍的奖励。刚才在完成游戏的时候，妍妍有勇有谋的守护住了首饰盒，还安慰了桃子妹妹。那现在我们对你进行个简单的采访。OK， 妍妍备采第一点，开始吧。哎，
你的棒棒糖现在不吃吗？妍妍是想先给甜甜咬一口。爸爸说家里甜甜最大，有好东西先给甜甜。这是你爸爸的原话。你爸爸也这么叫你妈妈？他有时候叫甜甜，有时候叫我老婆。心情好的时候还会捏捏妍妍的脸问：甜甜西今天干什么啦？过得开心吗？那你来参加节目开心吗？妍妍很开心，但是怎么跟妍妍想的不一样？之前说好妍妍跟妈妈一起来，也答应过爸爸会保护好妈妈。别的小朋友的爸爸都没来，妍妍爸爸怎么突然追来了？这么说，你不希望爸爸来？爸爸有时候也挺任性的，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做，拦不住，根本拦不住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妍妍心里有什么秘密吗？跟爸爸和妈妈都没说过的那种。有的，不过不是妍妍的秘密，好像是妈妈的秘密哦。叔叔想听吗？我猜甜甜最喜欢唱歌，偷偷告诉叔叔，爸爸的保险箱里藏着一个又亮又闪的麦克风，他肯定是给甜甜准备的。到时候甜甜唱歌，妍妍肯定要给他打 call。没听说宋甜希会唱歌啊？她出道就是演员身份啊，真有才华。当年干嘛去了？还不是靠男人上位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最近大梦风向吗？不对，肯定有水晶在里头。对，我们得告诉哎，走。陆总就是被他清纯的外表骗了，这种不孝女，自私自利，根本不配得到幸福。一边享受陆总的宠爱，一边在节目里做青菜肉丝面博同情，怎么说也是宋家娇养的大小姐，宴会场上的常客了。哎，立什么贫苦奋斗小龙套的励志人设？他妹妹上次来节目都说了，宋甜希从小用的都是最好的，结果家里一出事，她立马攀高枝跑了，对自己亲爹不管不顾。宋甜希，你以为靠着陆文也就能起来？陆文也越宠，我就越要让大家看看你骨子里是多么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加大力度，集中火力带他不孝和忘恩负义的节奏，给我往死里踩！甜甜，待会你睡这，你人睡中间，爸爸睡边边。我跟你妈还有账要算，你睡中间会和挨事的。什么账？为什么要跟甜甜算账？大人的事，小孩不要多管。走，洗澡去，顺便复盘一下坏叔叔的游戏。哎呀，还嫌妍妍碍事儿的账，什么账还得要在床上算？谁还记得陆总刚来的时候控诉宋甜希偷袭，这就要报复啦？今天表现不错，知道不能让你拍，但是还是有纰漏。你仔细回想一下，知道从哪里下手可以改变结局吗？要是叔叔哄骗我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没有松手，没让他靠近首饰盒，他就没那么容易抢走。行，一点不错。敌人都是很狡猾的，他们会用各种花言巧语来降低你的底线。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要守住什么，就不能有一丝松懈，对自己的底线要坚定，对不信任的人要时刻保持警惕。如果爸爸在的话，一定不会让回叔叔的手。爸爸有要守护的宝贝吗？我知道是甜甜。妍妍故意问的，爸爸最宝贝甜甜啦。原来我也可以被人捧在手心里，当成宝贝的吗？放心，我老婆谁也跟着这样做。但你今天说什么？如果我不称职，你就要带着你妈一起离开我。陆谨言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又行了？
是没有人能从妍妍身边抢走甜甜才对。妍妍是甜甜生的，永远都是。爸比有自己的妈妈，甜甜又没有生爸爸。臭小子，你又拿血缘压我是不是？你以为会有自己的老婆，能陪在你妈身边一辈子的，只有我。陆总这么完美，宋田曦真的配吗？热搜上说他对亲生父亲见死不救的事，他不打算回应一下？他妹妹上次节目里来找他时说的，总不能是假的吧？豪门真乱，我们妍妍连床都没上就没了。导演，我破防了，我要闹了！你出来，我们谈谈。直播间已经进入倒计时，即将关闭。这一天的录制辛苦了，好好休息。田曦，田曦，你过来做什么？你能不能出来一下？我有话想跟你单独说。就这么说吧，我听了听。是不是陆文也在里面？他不让你出来是吗？你别用这种龌龊的思想去恶意揣测他，这样只会暴露你更加龌龊不堪的本性，让我觉得恶心。你闹到节目组里来，你还觉得不够丢脸吗？我龌龊，我恶心，我做的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？要不是为了把你从泥潭里面拉出来，我会落到这个地步。宋天蝎，我从小和他一起长大，我太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。他逼着你跟他在一起，用尽了手段，给你洗脑，让你不得不依附他。爸爸刚才跟你讲的话都记住了没？哎呀，晚上自己乖乖睡觉，好不好？我恶心。你乖在床上待着啊。保护好甜甜。好。你来的路上是不是有条小溪啊？我建议你现在立刻转身回去，跳进去洗洗你的脑子。但凡你的脑子没有长到脚底板上，你都不会说出这么低能的话。说他用尽手段逼迫我，林佳宇，你逼了我多少年？我跟你在一起了吗？我喜欢你倒成了我逼你，我想把你从泥潭里面拉出来，现在倒成了我是恶人。宋天曦，你醒醒吧你！你能不能掌握主动权？协议到期你就赶紧走。喜欢？你的喜欢让我觉得太廉价。当初你不敢忤逆家里的婚约，怕断了经济来源。你不是不知道宋千宁怎么欺负我，但是你却视若无睹。时光倒退100遍，我依旧会选择他。婚是我逼的，协议是我起草的。经历过真正的偏爱，我更加坚定，你所谓的喜欢，跟你人一样枉。没事吧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老婆叫你好好洗洗脑子，你听不懂是吧？没关系，我帮你洗。脏话污他的耳，我就用脏水洗你的口。你干什么？陆总，陆总，你先别急，他们家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，要不让他先接。林总，麻烦你回去请个专家，国内外都行，给你儿子好好看看脑子，费用我出。喂，爸，陆野他疯了，还要呛死我！你才是疯子！林家没出过你这么疯的人，私下疯就算了，还跑到节目里疯，呛几口水算什么？公司都要被你搅黄了！从明天起啊，你给我夹起尾巴做人，把这期节目熬过去，体面的退出。再敢给我惹事儿，林家就没有你这个不要脸的儿子！为什么连我爸都帮着他？
我不过就想要追回甜甜而已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吓到了？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是他自己找过来的。没有，我怎么会因为外人生气呢？那你为什么牵我的手？我的手脏，不想用脏手碰你。那你快去洗洗。今天一整天都不真实的像场梦。你问我要不要结婚那天，我也有这种感觉，那种世界突然被点亮的感觉。和我结婚，哪怕是协议结婚。你认真的？即使你不冒险来找我签订合约，我也会一步一步把你拉到我的身边。你来找我，也只不过是让我的计划提前了而已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你走。如果你不曾对我动过心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请你爱上我。什么意思啊？宋田曦，难道你从来没有爱过我是吗？不是，其实我早就在宴会上偷看过你，合适的人那么多，我爱你的话，就不会选择最难搞的你。我拿真心陪你赌，你却早已对我下了注。甜甜，早上好。妍妍，今天的新任务来了，意思呢就是说，今天妈妈和宝宝的身份要互换，今天一整天都由你来照顾哦。睡醒了吗，小妍妍？甜甜没有遵守规则哦，现在不能叫妍妍了，我已经交换了。现在甜甜应该说睡醒了吗，妈妈？让我叫你嘛，你简直倒反天罡！你再睡会儿吧，梦里什么都有。走，场景就按这么走，好吧？哎，陆总，哎，陆总来这么早？早餐您随便挑。待会儿白板空着也是空着，我接着写几个字，行吗？行。这是你的提示。原来，在我以为独自在黑暗中咬牙挣扎的那段时期，有人远远看到了我的脆弱，默不作声的陪我走过漫长黑夜，伸手将我拉向黎明。这好像是句歌词，陆总不是藏过一支麦克风吗？这里面肯定有关联。宋田曦知道，他看一眼就知道这字是陆文野写的。好一个一眼万年！哦，麦克风事件有反转，酒吧老板开采访了，
快去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暗度酒吧的老板，同时也是被野哥顺走麦克风的朋友，我叫姜时月。请问您当时知晓陆文野先生为何会将麦克风顺走吗？其实当时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可自打野哥顺走麦克风之后啊，我就感觉这个人就跟打了狗血似的啊，是对我是出奇的好，有什么好事都先想着我，就让我这酒吧呀赚的是盆满钵满。然后呢？其实现在说起这个麦克风吧，我才后知后觉，幡然领悟。这野哥之所以对我这么好吧，应该是因为我在无意之间给他点了个鸳鸯谱。当时啊，我们酒吧有一个驻唱歌手是刚从国外回来的，我在接受他们采访前也跟他聊过，他对这个事情是知道的比较清楚的。当时嘛，酒吧是刚换了一套特别顶级的音箱，然后正好赶上野哥他老婆过来给他送东西，就被他怂恿着上台唱了一首歌。写一首歌给你听，来致敬你的阴影。人们传颂勇气，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孤寂的心，爱你的情绪，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，拉扯得很痛吧，我懂你。假装不怕笑的暴力，我们都好像一条鱼行走在陆地，要学着呼吸，孤单热闹双栖，忍着痛往前行，笑得暴力，他唱的是他自己。完美的心就这么约定，管世界真句闹剧，要一起演得尽兴。当我回来的时候，驻唱歌手已经走了，然后我就看见野哥自己一个人在，然后他就把我的麦克风拿走了。哟，野哥今天有空来啊？这麦不错，我拿走了啊。哇，陆总在宋田曦看不见的角落默默听他唱了一首歌，所以陆总在节目里写下的那句歌词是他老婆当时唱的歌。我这会儿激动的差点要发疯。其实吧，这个麦克风是我定制的，那天刚到，应该只有野哥他老婆用他唱过歌。我想野哥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对他动的心，所以他才顺走放进了保险柜里。这个事情具体的来龙去脉吧，还是得问我们另一位驻唱的歌手啊。他说他会统一整理起来，然后发到微博上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快去微博！酒吧老板提到的那个驻唱歌手，原来是写出过好几首爆款原创的云样，他发了关于宋田曦的微博。在作为音乐人最碌碌无为的迷茫时期，我遇见了宋田曦。我从小父母离异，又各自再婚，他们给我留了丰富的物质条件，让我可以心无旁骛地追寻我的音乐梦想。为了不让孤独把我吞噬掉，我去酒吧驻唱，还出租了次卧招个室友。我租金开得很低，但要求租客必须忍受我的作息和我随时弹琴的创作习惯。刚毕业的宋田曦，只要有个栖身之所，有张能休息的床，他什么都可以忍。她长得很美，唱歌很好听，但是也很清贫，甚至一碗泡面就能撑一整天。两个孤单的人呢，在热闹喧嚣的城市里成了彼此的陪伴。我总是以饭做多了为由让她跟我一起吃饭，她在过得那么拮据的情况下，依旧会在吃完饭的第二天竭尽所能的将冰箱填满。他身上
有我羡慕的坚韧。他像是深渊里向阳生长的花，看到他都还在为梦想努力咬牙，我又有什么资格放弃呢？他到酒吧给我送演出服的那天，我下定了决心要去留学，去追寻更广袤的世界。我怕我走了他会咬牙过得更艰辛，我跟他说这酒吧的老板人不错，怂恿他试试这里的顶级音箱，实在走投无路还可以来兼职。于是他那天在酒吧里唱了首歌，那首歌迸发出的生命力像是他对命运叫板的低吟。在我迷茫的人生阶段，宋田曦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我，让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如今我刚回国，也刚刚了解到宋田曦的家境，连我都觉得难以置信。他本该一出生就什么都有，却在深渊里暗自挣扎，从未放弃。看到那些本就不曾善待过他的人出来胡言乱语，我真的忍不住心里的怒气。如果一切都如他妹妹所说，我根本就遇不见那个落魄到连饭都吃不饱的他。好在雨过总会天晴，好在真心总能遇见真心，好在我们都在变得更好。是你为我的世界凿开一道光，从此风雨皆是晴朗。想必大家早上都听说了今天要身份互换的消息。这次的身份互换呢，主要是想让小朋友们体会一下家长们的艰辛啊。是的。所以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模拟小朋友平时在家的样子，你可以尽量调皮一些，体会到他们在不听话的时候，咱们家长是有多无奈。大家有没有兴趣？这样，为了让小朋友们体会赚钱的辛苦，我们节目组还特别准备了一个用劳动换取报酬的这样一个任务。家长们呢，尽量的旁观，不要帮忙，同时也要做好小朋友们一无所获，家长们有可能跟着饿肚子的准备。这不是让我们不帮忙纯捣乱吗？对，费劲捣乱还不给吃饭。我说的是这个意思。我的中心思想不是让小朋友们体会大人的艰辛吗？跟我们说尽量捣乱，跟隔壁说好不容易得到了翻身的机会，让他们好好管管我们。这对立感我还挺明白。不过既然导演诚心诚意的要求了，我们也可以在影片面前掉一把眼镜。我还用演？这不就是我的日常吗？平时不就是妍妍带我吗？我又不知道小桃子平时调皮捣乱的样子是什么样的，我怎么演啊？你不用演，你做你自己已经很叛逆了，你要再演，我怕观众说我虐待孩子。散会。明年大火，天天要乖，不能下手吧，天天不会游泳。可是好热，我想玩水，我还想吃冰淇淋，吃薯片，我还想吃汉堡和可乐。甜甜如果乖，你想要的东西爷爷全都给你买。实在无聊的话，甜甜先玩一下爸爸好吗？我知道爸爸冷冰冰的不好玩，但是甜甜能不能坚持一下？甜甜坚强。少废话，莫你的意志。承诺的事情买不来可不行。好了，既然小朋友们呢都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，那就由实习叔叔带队离开，去集市上把这些劳动成果换成钱。不是，为什么是我呀？这带一个孩子已经够麻烦的了，你一口气让我带3个。不是你，难道是我？还有什么叫你一个人带3个？明明是他们3个人带你。
走吧，跟叔叔走吧。甜甜不会再假装坚强吧？一走，甜甜不会躲起来哭吧？不会，去吧，加油哦，注意安全。快去吧。说，我们把这些东西卖掉，真的能买到妈妈他们喜欢的东西吗？我妈妈喜欢这些野猪馆，可爸爸说我妈妈买的都太贵了，我怕买不起。甜甜喜欢的能买到，甜甜喜欢巧克力味的冰淇淋和长得好看的小蛋糕。我的个老天爷！导演终于开笑了。小朋友们虽然走了，但每个人家里的全自动摄影机却开了。报！快去陆景言直播间集合，宋田曦和陆文也回来了。你在酒吧见过我？我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唱过歌，只有那一次。好学生果然一点就懂。是他，所以那一次的事件根本不是天上掉馅饼，我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背景。我只是给了你一个机会而已，只有有实力的人才能把握住机会。不过，确实不是天上掉馅饼，而是我是想让你一步步走进我的陷阱。谢谢你。不过要说到注意，在酒吧并非是第一次注意到了。那第一次是什么时候？在宴会上，我听见你妹妹跟你说，让你挑一个有权势的男人，而不是像林佳宇这样的。当时我就在想啊，你们姐妹俩争男人，也不挑个好点的。我当时根本没有看到你。后来你们回到宴会上的时候，你就像一个戴着面具的木偶，见谁都假笑。偶尔跟我对视的时候，你又躲得飞快。直到在酒吧那天听到你唱那句歌词，假装不怕，笑得爆裂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这才是真正的你。原来他早已看破我的坚强，触碰我的脆弱。其实我们在宴会上遇见过很多次，你每次都会对别的男人假笑，你怎么就没有对我笑过一次呢？因为偷偷喜欢，所以才不敢靠近。每次对视都想躲开，生怕被你看穿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因为喜欢，所以才……因为偷偷喜欢，所以才不敢靠近。每次对视都想躲开，生怕被你看穿。我以为是陆总先在酒吧对宋田曦动的线，原来宋田曦才是。原来当初宋田曦不只是在自救，他那是在向着自己喜欢的人狂奔。导演，你开这个隐藏摄影机配享太妙。那变，看看弹幕。不行，再不阻止，这节目不能播了。哎，导演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先别急，就是变态杀疯，我怕观众爱杀你。哎呀！我去开门。惊呆了吧，老铁！人生没有彩排，随时都在直播。甜甜，
很喜欢的汉堡、可乐、冰淇淋，还有漂亮的小蛋糕，别人都给你买回来啦。他从没对我露出过这样的表情。如果是我和宋天熙组成家庭，我是不是也能感受到他温言软语的画面？觊觎我的人，就该有家破人亡的觉悟。你真是太棒了，你太厉害了，我的宝宝，比你爸爸还要厉害。跟你爸爸一样厉害。妈妈，花开了就是会谢的，但妈妈脸上的笑不会。淘淘希望妈妈每天都看得到花。曾经的掌声鲜花都不及你这一朵，淘淘，你就是妈妈在废墟里开出的花。妈妈喜欢什么，等我长大都给你买。谢谢芊芊，真漂亮，芊芊挑的妈妈都喜欢，这是妈妈收到过最漂亮的礼物。这淘淘家的大破壳，孩子都少了一个。哇，怪不得画面这么和谐，把林佳宇给忘了。你实习叔叔万一说咱们虐待他，这个罪名可不轻。桃子，把李凯给他送过去。叔叔不爱出虫，不然淘淘送过去又要招嫌弃了。好，好啦，去吧，淘淘，我们陪你。对，人的力量大，我们在一起，没人敢欺负我们。一起去吧，往那边去吧，去吧。你们过来干什么？叔叔，饿了吧？对不起，淘淘第一次当家长，吃饭时忘记叫你了。妈妈总要我坚强，可他们却会站出来保护我。就像泥巴公主身边也有了泥巴骑士。叔叔都这么大人了，还要淘淘叫你吃饭，淘淘给你送晚饭，为什么不说谢谢？为什么要吓唬淘淘？如果我们没跟着，淘淘是不是要人叔叔的脾气？叔叔为什么要为难小孩子？不敢找节目组的麻烦，就拿小孩子撒气使唤，你也就这点本事，你还不赶紧吃，还要人喂你？走吧。甜甜，快帮我在眼皮上画双眼睛。为什么？雨谦说爸爸们都很狡猾，我怕爸爸晚上把我从你身边抱走。好。来了来了，我们小妍妍要绝地反击，汗流浃背了吧，陆总？我们妍妍真聪明，自己熬不起，画个眼睛也得跟爸爸熬。我去，导演别逼我！睁眼看看。这下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刚刚妈妈帮我画的时候，我都快要呼噜噜睡着了。真好，一家三口，三餐四季。
怎么回事？这小兔崽子，大晚上吓死谁呀？田曦，你在笑什么？糟糕，坑爹的是儿子，被制裁的却是我。抛弃个人素质，享受缺德人生是吧？把我儿子换成熊二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宋田曦，你还笑？没事情，没事情，没事情。甜甜，爷爷又赢了，对不对？给，说说吧，眼皮怎么回事？别眨了，你偷用大人的化妆品，过敏了。看，小胡子长出来了。妈妈没说会过敏呢，你要去找北大怪叔叔打针。好啦，没过敏，你爸爸骗你呢，别用手揉眼睛了，再揉你就从熊二变成无脸男啦。是爸爸干的，坏爸爸！啊，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明明是你先画眼睛吓人，我才反击的好不好？爷爷刚哭过，你就跟他讲道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替我儿子问一句，你是魔鬼吗？所以爸爸是被吓到才来吓我的。那你为什么会被吓到？你是不是想把我抱走？是爸爸先不讲道理的。哼！妈妈，你看他这么快就转过弯来了。虽然你爸爸是魔鬼，但我们妍妍可是大魔王。下面呢是对这期实习叔叔是否合格的判定。在投票之前啊，请本期的实习叔叔聊聊带孩子的感想和心得。我平时工作很忙，很少接触小孩子，所以能够有这次的机会，我很开心。但是毕竟第一次带孩子嘛，难免会有点生疏。但是我也在尽我自己的所能去把这件事儿做到最好。就比如我会去帮小孩子拎他们拎不动的鱼。对，我相信我以后会做得更好。想破了脑袋，终于被他想出了一件人干的事儿，赶紧拿出来炫。巨婴不愧是巨婴，提了几下桶，是不是还得给他颁个奖？事到如今，还给自己强行挽尊，台阶找的可以呀。做的不好就是做的不好，什么叫没经验？你骗兄弟我可以，千万别把自己骗到了。来，这样，小朋友们往这里看啊。如果觉得实习叔叔合格呢，就在笑脸上画圈；觉得不合格啊，就画在哭脸上。这次是秘密投票，实习叔叔不会知道。哎，导演，全是苦。来，飞行嘉宾回来吧。票数呢已经统计出来了，很遗憾，林佳瑜啊在本次的投票中啊全员判定不合格，要在我们的节目里下车了。当然，我们的飞行嘉宾啊也不要气馁，人生的路还有很长。本期录制呢也将到此结束，接下来的时间啊留给各位嘉宾收拾行李，互相道别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拜拜，不见不散。下次见，下次见。走吧，走。
我先回到公司，晚上这样早点回来。好。田曦，你不仅洗白了，还火出圈了。这期节目的关注度啊特别高，不仅电视和广告邀约不断，连音乐综艺啊都邀请你当飞行嘉宾了。哎，明天啊咱们找个时间商量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。好，多亏了我的妍妍宝贝呀！上周宋家宋二小姐去跟王总相亲，王总非但没瞧上，还奚落了她一顿，在圈子里都传开了。宋总最近一直在想法子筹钱，查一下宋家的债主，借他们的手，把宋家别墅给收了。是。臭小子，这么早打电话，想吵醒你妈？看你给我打了好几通，不该回。要不是你妈那个远房亲戚打电话来求情，我才懒得理你。说你要把他们家公司逼上绝路，让你高抬贵手。没本事跟我谈，求到我妈那做什么？你妈了解了来龙去脉，直接把人骂过去了，说谁让你们家儿子想抢我儿媳妇的，活该。他们家那公司什么规模，不费劲就摁死算了，气得我老婆都少吃了2口饭。喂，林佳宇，你这次算是塌房塌到地心了，好几个代言都要解约索赔。他们说我违约就违约，我不同意。我告诉你，大不了对簿公堂，不该我赔的钱1分钱我都不会给。喂，张叔，我给你个地址，你现在就过来接我。对不起，少爷，林总下了命令，不能再听您使唤，也不能放您进家门。妈，张叔说爸不让我回家了，是真的吗？你爸这次是铁了心要跟你断绝关系，你名下的卡停了，房子也换了锁，你也别怪你爸。现在这关头，就算作秀给外人看，他也必须对你狠，不然公司都保不住。实在不行，你就跪在家门口，跪到他心软为止。让我下跪？我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公众人物吧？佳宇，事到如今，我们必须谈谈了。我们可不可以见一面？给我笑！宋家这难关能不能过，就靠王总这次相亲能不能相中你。竟然沦落到跟这种人渣相亲，还让我笑脸相迎，这谁笑得出来？就这货色，还劳烦我跑一趟。我是不挑食，但不代表我什么恶心的东西都吃。宋总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实在是不明白你3番2次的要害我。宋家会亏空，不单是经营不善，再大的产业也堵不住赌债的窟窿。你第一次找我，想把霍威也看上的人嫁给我，幸亏我晚来了一些，不然陆威也一定会把我往死里找。现在又找上我，想把陆威也记恨的人嫁给我，哎，你就不能换个人霍霍？我有几条命，让你次次都拉我下水？王总，我的房子明天就能完成交易，现在外面简直是翻天覆地，不只是你们家的企业举步维艰，宋家也要完了。只要有陆文也在一天，我们就永远翻不了身。只有离开这才有活下去的机会。佳宇，我们出国吧。我喜欢了你这么多年，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喜欢我？我看你是想抄底我这个林家唯一的继承人吧？宋家完了，但我林家可还没倒。不过你的痴心妄想，倒可以当成我回家的投名状。千年，果然是患难见真情。在这种时候，只有你愿意陪着我，我愿意跟你走。我先去拿个护照。
怎么，权衡利弊，发现不靠家里不行，回来当妈宝，折腾半天，你也就这点出息。哎，您放心，过几天我就把他送到国外的工厂去，没事就不让他回来碍眼。那也得看他吃不吃得了这个苦。哎，您放心，您放心，没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好。铁哥，我不太明白啊，我以为你会把宋家逼得更紧，怎么反倒让债主收了那栋老宅了呢？因为只有那里留存过你早就跟他母亲的回忆，那本就该是他的家。好家伙，野哥这波操作在大气层啊！嫂子被鸠占鹊巢的家，野哥负责帮他抢回来。爸，公司在国外建的厂都在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你真要把我扔过去当苦力啊？你不吃苦，集团就有吃不完的苦，都是你自作自受。这男人怎么连倚着灯柱都像在拍画报，心跳有点不听话了。跟着干什么？我来看。能开吗？掏不通啊。你一直盯着我看看。头痛是怕你不来，不过现在想带去个地。斯文败类，还腹黑。今天的陆文野好像在我的审美上蹦迪。这里是我从前的家。3天之内必须搬走，听见没有？剩下的钱也要还。我真没钱了，公司都宣布破产了，这别墅也抵给你们了，我哪还有钱啊？哼，别装了！下午你们闺女去房产交易大厅卖房套了现，当我们是傻子？你护照找见了没有？没有，这个白眼狼，他是要自己跑路呀！我千算万算给我们留了后路，他竟然敢撇下我自己跑。好啊，你们母女两个竟然瞒着我藏私房钱！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演狗咬狗的剧情给我看？少废话！我可不管你们家3个人800个心眼子的破口，房产交易完，好歹还能还你冰山一角的债。我好吃好喝供了他们这么多年，大难临头，这2只白眼狼竟然想卷钱跑路！这个家以前有你过去和妈妈的回忆，以后这个灯只有你能点亮。我不想再隐婚了，老婆。好，谢谢你，陆文言。谢谢你，愿意照亮曾身处深渊的我。在交换誓言之前，有请2位的小小见证人
送上他们爱情的信物。爸爸，今天妈咪是此世间最漂亮的人，戒指给你，你不可以让妈咪跑掉哦。陆文野先生，你是否愿意接纳宋田曦小姐为你的妻子？承诺从今往后，无论顺境逆境、富贵贫穷、健康疾病、生老病死，都爱护她、尊重她、保护她。我愿意。宋田曦小姐，你是否愿意接纳陆文野先生为你的丈夫？承诺从今往后，无论顺境逆境、富贵贫穷、健康疾病、生老病死，都以温柔以耐心支持他。我愿意，我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，而是遇见你才有了我见现在有请二位交换对戒，亲吻彼此。把我的夜空填满，多绚烂，烟花在盛开。我爱你，从过去到未来。我爱你，以余生为魂想。